我当牛做马，替村里割了10年的麦子，只为让乡亲们1年的血汗不烂在泥地里。结果被黑心农机中介联合几个短视的村民们诬陷我故意磨洋工，想多骗油钱，硬生生把我赶出了下收的市场。我索性开走自己的机器，组建了一支专业收割车车队。直到特大暴雨之夜，看着满地被打碎泡烂的小麦，带头作妖的黑心中介被村民们连车带人掀翻在麦田里。山哥，这太阳都露头了，你怎么还不点火？这都等了快1个小时了。露水太重，麦秆是湿软的，现在下地，机器的拨刨轮会把麦穗直接打碎。打碎就打碎点呗，我下午还得赶长途88去省城工地呢。就是啊，天气预报说3天后有暴雨，你这磨磨唧唧的，万一麦子烂在地里谁赔？种地大半年，全靠这最后一把。山哥，你干活是细，但这也太慢了。隔壁村昨天1天就收完了。隔壁村那是外包的快车队，你去他们地量看看，麦茬里藏了多少碎粒。哼，掉点麦子算什么？人家速度快啊。山哥，你是不是按天算作业费，故意拖时间想多赚点儿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这社会讲究效率，你这破机器慢得像老牛拉车，真耽误事儿。照你这速度，我今天这半长途车肯定赶不上了。乡亲们，外市专业农机下乡助农了。大叔大伯伯们，现代化农业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儿快。老板，你这机器看着挺猛的，一天能割多少亩？我这叫风暴收割，马力全开，一天轻轻松松100亩，比你们村的老古董快1倍。那价格呢？快1倍的话，收费是不是也得翻倍啊？不仅不加价，1亩地我还比你们原来的机主便宜10块钱，便宜10块。我家那30亩地一下就能省出300块钱啊！300块够给我孙子买个新书包了。赵老板，你这真是来做慈善的呀！赵老板，我下午要进城打工，你现在能不能马上给我加那5亩地？下地没问题，我的车队不用等露水，上去就是干，保证下午让你准时坐上大巴。大家还等什么？李铁山啊，赶紧让赵老板的车队下地，省钱又省时间哟！这年头还能见到这种出土文物呢？你这机器该送废品站了吧？机器旧不旧，不看外壳，看里面的刀片和滚筒。你的车队连收割台的倾角都没调对。哈哈哈哈哈！一个开破的王老五居然教我这个拥有5台大机器的老板怎么做事儿。山哥，人家赵老板是省里见过大世面的，你那套老掉牙的规矩早过时了。你那些机器的割刀边缘全是钝口，脱力拳筒间隙太窄。这种速度下，麦穗不是被割下来的，是硬生生扯断的。少在这装什么农业专家，你就是眼红我抢了你的生意。就是李铁山，你一套说辞一套说辞的，不就是怕我们不用你，你赚不到那点黑心钱了吗？二猪，我赚黑心钱。去年台风天，谁半夜打着探照灯帮你抢收的烂泥地？那是你该干的，你收了钱凭什么不干？二猪兄弟说的对，这种人就是仗着村里只有1台机器搞垄断，故意磨洋工混时间。李师傅，大家都不傻，人家赵老板又快又便宜，你这又慢又贵，谁也不是冤大头。我再说一遍，降价可以，提速就会增加损耗。每亩地多掉30斤粮食，你们算过这笔账吗？你吓唬谁呢？掉几十斤粮食算个屁！老子帮他们省下的是时间成本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懂不懂土包子？李铁山，你这破机器慢得像蜗牛爬。以前大伙是给你面子才不吭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看他就是舍不得换新机器，拿咱们的钱当试验田呢。真以为村里离了你就不赚了？赶紧把你的破铜烂铁开走，别占着咱们村的道，耽误赵老板发财！真是不识好歹，人家大老板来扶贫，你还在这挑三拣四，我看你就是自私。乡亲们放心，以后你们村的收割我全包了，不仅今天便宜，以后每年我都给你们打折。还是赵老板敞亮。李铁山，你学着点吧，就你这种死脑筋，一辈子只能开这辆破烂货。你们为了几十块钱的差价，宁愿让1年的血汗糟蹋在泥里。少拿大道理压人，我们的麦子我们爱怎么割就怎么割，你管得着吗？就是啊，李大圣人，你那么心疼粮食，怎么不免费帮我们割啊？想赚钱就别立牌坊。听见没有？这叫民意。时代淘汰你的时候，连声招呼都不会打，赶紧滚蛋！时代淘汰的是落后，不是良心。你这种吃相的做法，早晚遭报应。臭小子，你咒谁呢？再不把路让开，信不信老子的车队直接压过去？你们这群没良心的东西，都给我闭嘴！张大娘，你瞎掺和什么？这可是给全村省钱的好事儿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才老糊涂了！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，这是铁山昨天刚收过的地，你们找出一粒掉下来的麦子，我看看，干干净净，颗粒归仓，这叫手艺，这叫良心。张大娘，干净能当饭吃啊？10块钱1亩，那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。真金白银，你算算账，1亩地多掉50斤麦子，那是多少钱？你们脑子进水了，算不明白吗？老太婆，你懂个屁的算账！机器收割哪有不掉粒的？
你别在这儿妖言惑众。张大娘，李铁山是不是平时偷偷给你家塞好处了？你这么拼死拼活护着他？二柱，你摸着良心说话。去年全村倒伏，谁子下地，只有铁山的机器一点点把你们命根子刨出来的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在谁便宜谁快，我们就用谁。起开起开，别挡着我们现代化作业，再闹我连你一块撞。你再动他一下试试。哟，还要动手啊？乡亲们可都看着呢，你这是恼羞成怒了。山哥，你要是敢动赵老板一下，以后咱们村你1分钱生意都别想做。这生意我不做了。哼，破铜烂铁，还磨蹭什么？赶紧给老子滚下来让道！别碰我的东西！想死你就再往前走一步。李铁山，你疯了！自己干不了活，还打大老板，你是不是不想在村里混了？就是，人家赵老板是来帮咱们抢收的，你这是眼红嫉妒，故意搞破坏。好啊，你个老顽固，乡亲们都看着呢，你这是抗拒现代化，这烂摊子我还不伺候了。德叔，这是退出下收协议，白纸黑字。今天我签了字，以后村里地里的事儿跟我李铁山毫无关系。算你识相，赶紧卷铺盖滚蛋，别耽误老子给全村人发财。铁山，你干了10年了，真就这么走了？乡亲们也是被穷怕了，想省点钱。德叔，你还劝他干嘛？人家嫌咱们给的钱少，要攀高枝去了呗，赶紧让他签。哼，说的好像地球离了你不转了一样。赵老板的车队1下午就能搞定咱们全村的地，就是这种跟不上时代的老顽固，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。从现在起，不管是下雨还是机器坏了，你们的粮食烂在地里，也别来找我。这下好了，终于不用看李铁山那张臭脸了。大家快签赵老板的合同！乡亲们，现在全村的夏收都被我承包了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个按手印儿。我先来，下午还得赶长途车去城里呢。这可是大好事，便宜10块钱，省下来的钱能买好几斤猪肉了。孩子，你别怪乡亲们，他们是被猪油蒙了心呢。大娘，我不怪他们，吃一次大亏，他们就懂什么是真手艺了。保重，你手艺好，去哪儿都饿不死。大娘信你，肯定能干出大名堂。油门都给我踩到底，今天必须把这几个村的活全吃下来。真快呀！照这速度，中午我就能结账走人了，长途车票也不用退了。可不是嘛，李铁山那破机器要是还在，这会儿估计连个脚都没割完呢。哎，彪哥，大惊小怪什么？几根草而已，机器跑得快，哪能面面俱到？也是，瑕不掩瑜嘛，掉几粒麦子算个屁，只要大头收回来了就行。这效率看得人心里痛快。彪哥，李铁山那个老顽固一走，这方圆10里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。那老东西还算识相，他要是敢赖着不走，我有的是办法逼他低头。咱们的机器一直超负荷运行，还没来得及检修呢。检修个屁！履质带断了也给我硬顶！暴雨要来，那是老天爷都在帮咱们赚钱。彪哥，这雨一下，活干不完，咱们不得被村民骂死，还要算违约呢。合同上可没写，遇到天气突变，我不加钱。等雨一来，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老子直接把价格翻3倍。高啊，彪哥，这帮泥腿子不给也得给，不然粮食全得烂在地里发芽。到了那时候，他们就算跪下来求老子，老子也得看心情。去通知手底下人，明天开始故意给我放慢速度，吊着他们的胃口，等暴雨前1天再宰他们一刀狠的。来，走一个！今天这麦子收的真是痛快，明天我就能安心进城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还是赵老板有魄力，外面的大公司就是不一样，效率第一。李铁山那小子就是一辈子受穷的命，干了10年还是那台破车，活该被淘汰。你们别高兴得太早，前后那几台机器我都看了，漏利率高得吓人。德叔，你这人就是太保守，掉那么一点麦子算啥损失？省下的可是真金白银。对呀，德叔您就别操心了，现在全村的合同都签了，收稳稳当当的，您就等着上报丰收指标吧。但愿你们别后悔，这雨要是下大了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老李，你这10年的机收数据确实做得很扎实，但你要贷30万买3台顶配收割机，风险太大了。韩行长，赵金彪那个车队是草台班子，马上要下大雨了，他们的机器根本撑不住。那你也不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赌啊！你现在的活全被人家抢光了，拿什么还贷款？老李，你疯了！你媳妇儿和岳父岳母能同意你把唯一的一套房子抵押出去？农业的底线是粮食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1年的血汗烂在店里，这钱我贷定了。你这脾气真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行，
看在你这10年信誉的份上，自我给你签。这不仅是一场豪赌，更是为了保住这片土地上的手艺和规矩。李铁山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30万，你连个商量都不打就把房子抵押了？爸，现在买机器还来得及，等暴雨一来，赵金彪的车队绝对要出大问题。村里需要好机器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人啊！为了争那一口气，连家都不要了吗？李铁山，你看着我，村里人都不要你哥了，你带这么多钱买机器，咱们全家都要跟着你喝西北风吗？秀兰，你相信我，赵金彪那种粗制滥造的收割法肯定要出事。粮食是农民的命，粮食是他们的命，那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30万的债你怎么还？你以为你是个什么救世主？人家村民现在嫌弃你嫌弃的要死，谁会来租你那死贵的新机器？爸，新机器不仅损耗低，还加装了特种履带，烂泥地也能下。我不想听你讲那些大道理，我只知道这房子是我闺女最后的安富立命之本。你太自私了，李铁山，你要是还不上这笔钱，这日子咱们就没法过了。我没法现在跟你们解释清楚，只有把粮食真真切切的抢收回来，才能证明一切。李老板，你真有眼光，这是今年最新款的低损耗履带式收割机，脱力滚笼是加长加粗的，波荷轮的碳齿材质不够韧，全换成我单子上指定的高强度弹簧钢。李老板，原厂配置已经很好了，全部改装不仅费时间，成本也要增加不少啊！必须换，这机器是要下暴雨后的烂泥地抢收的，差1毫米的间隙都会增加掉力率，钱我照付。铁山，你还真把这3大头钢铁巨兽给拿下了。刘师傅，机器我买回来了，接下来的挣账得靠你和另外2个老兄弟了。放心吧，我们几个老家伙开了20年收割机，只要机器调得准，闭着眼睛都能把麦子剔得干干净净。天气预报不会错，暴雨马上就到，今天晚上必须把3台机器全部改装调试完毕。买回来又有什么用？这都停在院子里3天了，有一通电话打进来找你干活吗？爸，好饭不怕晚，这几台机器的真正实力还没到展示的时候。还在嘴硬，赵金彪的车队已经在村里干得热火朝天了，你就在家守着这堆铁鸽子还贷款吧。先吃口热的吧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你一口水都没喝。秀兰，对不起，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。李铁山，我昨天去镇上打听了，赵金彪村民不许雇你的车队，加上咱设备定价偏高，如今没人愿意和我们合作。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10块钱差价，等烂泥地陷住了赵金边的破机器，他们就知道到底什么是贵，什么是便宜了。你呀，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如果这次真的输了，我不会输，因为我懂土地，更懂规矩。赵老板，喝口水歇歇，这速度真是杠杠的。我家那片地眼看就要收完了。那是。对了，听说李铁山的穷费贷款买了3台新机器，可不是嘛，停在院子里当菩萨供着呢，一单生意都接不到，估计快急得上吊了。哼，跟我斗！他在这个村子已经彻底混不下去了，我就是让他眼睁睁看着我把钱赚完，然后背着一身债去要饭。赵老板手段高明，现在全村人谁敢理他呀？大家都指望着您呢。暴雨快来了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，也是时候给这帮泥腿子一点颜色看看了。机器看着确实是好东西，但这价格1亩地120，赵金彪那边可才收80。是啊，德叔，我用的是特种弹簧钢波摩轮，前后收80的，地里至少掉50斤粮食，我这120能保证颗粒归仓。唉，理是这个理，但是乡亲们眼皮子浅，就盯着那40块钱的差价看呢。赵老板说了，谁要是敢雇李铁山的车队，以后这方圆20里的运粮大货车一辆都别想进我们村。这怎么连运粮车也管上了？赵老板承包了全镇的农资物流，让我们自己掂量着办。老李，对不住了，这活我们真不敢交给你，你快走吧。就是啊，李师傅，你这不是连累我们吗？要是运不出粮食，我们全得喝西北风。德叔，他们这是垄断，是敲诈，你们怎么能怕这种人？老刘，松手，松手，不能强求。老李，算我求你了，以后别来我们村拉活了，我们惹不起赵金彪哟。这不是咱们镇上唯一拥有100万级车队的大老板吗？怎么亲自出来买散件啊？姓赵的，你别太嚣张，路还长着呢。靠物流打价格战，这叫商业规则。你那几台破机器迟早要摊在田里，老子就算机器全报废，也轮不到你来收。告诉你，这方圆20里，只要有我赵金彪在，你连一根麦秆都割不到。你这是在拿乡亲们的口翔在刀尖上跳舞，老天爷不会放过你。哈哈，老天爷在这片地头上，老子就是老天爷，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王叔，这地太洼了，要是下雨，这片麦子全得发芽。我能不知道吗？
可是赵金彪的车队嫌我这地太烂，说除非我给双倍价钱，不然不接。王叔，我们的新机器是特种履带，这烂泥地绝对能下，交给我们吧。真的，老李，你这技术我信得过。那你收多少钱一亩？王叔，120块一亩，保证一粒麦子不撂。120？你疯了吧？赵金彪平时才收80，你这是趁火打劫呀！王叔，这是特殊地块，你算算我能帮你多收回多少粮食啊？少拿些破借口忽悠我，你比赵金彪还心黑，我绝不让你们赚这昧心钱。王叔，这云层已经压下来了，天晴不了，您再考虑考虑。哼，考虑个屁，赶紧滚！怪不得全村人都不要你哥，我看你就是穷疯了，滚滚滚！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？老李，上车！别人不信，强求不来。李铁山，有你的挂号信，镇农商银行寄来的催缴通知书，赶紧签收。作孽啊，作孽啊！李铁山，你给我滚过来！爸，给我吧，那是银行常规的提前通知。常规通知，这上面写着10天内交不出第一期5万块钱的本息，就要拍卖这套房子。现在连只苍蝇都不顾你的机器，你拿什么赚？爸，你别急，拿我的手艺，拿这3台能真正在泥地里救命的钢铁巨哨。你那破手艺值几个钱？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去给赵金彪磕头认错，把机器低价折给他，给我们老两口留条活路吧。爸，我的机器绝对不会卖给那些糟蹋粮食的投机贩子，这是底线。疯了！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，我们全家都要被你逼上绝路了。李铁山，加上我今天回娘家借的5000块，我们连下个月孩子的学费都凑不够了。秀兰，苦了你了，我不该让你担惊受怕。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他们现在笑得多大声，以后就会哭得多惨。赵金彪的车队撑不过这场雨。就算他们瘫痪了又怎样？他们宁愿让麦子烂在店里，也不愿意出钱雇你。我们到底图什么？图对得起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，图农民一年到头能把实打实的粮食端上饭桌。可现实是，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就不要你这套规矩了。只要他们看到真正的积收损耗，他们会醒过来的。踩死油门啊！别停下！陷进去，老子扣你工钱！我这一地的熟粮全糟蹋了，这留的麦茬比膝盖还高，底下的麦穗全被履带压进烂泥里了，这少说毁了1/3呀！嚷嚷什么？下过雨地本来就烂，能收上来一半就不错了。想一点不剩，你们自己拿镰刀去割啊！赵老板，不能这么干啊！这都是我们的血汗，你们慢点开，条条滚筒行不行？慢点开，耽误了翻台率，你们赔钱。起开！机器熄火了，还得算你们误工费。你们就睁大眼睛看看，这不都是被风谷直接打烂的好粮食？1亩地少说糟蹋了80斤。大婶儿，这不是下雨地滑吗？赵老板的机器虽然糙了点，但速度确实快啊。就是，只要大头收进了粮仓，损失点碎麦子就当喂麻雀了。喂麻雀？你家那家地地经得起这么喂？那都是那帮生瓜蛋子根本不会调机器造的孽。你们就是太软弱了，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。李铁山已经走了，现在反悔，连这剩下一半的粮食咱们都捞不着。软骨头！你们为了省那10块钱，愣是把自己的脖子送进别人的绞肉机里。预计未来3天，我市将迎来特大暴雨，请农业部门做好抢收准备。彪哥，出大事了！7、8个村的地全都烂透了，咱们的2手履带全打滑，强行下地，直接报废了3台。坏了就停工，拿防水布盖上，告诉底下那帮蠢货全部熄火，回镇上打牌。熄火！彪哥，这暴雨马上就到了，要是今天不抢收完，那几10万的尾款咱们可就拿不到了。尾款？你脑子进水了？现在老天爷把刀递到了咱们手里。彪哥，你是要收网宰肥窑了？机器磨损严重，工人冒雨抢险，这难道不需要加倍补偿吗？去，用大喇叭把所有签了合同的村民都叫到大院里。明白，彪哥这招趁火打劫真是绝了。他们现在就是砧板上的肉，不翻个3倍都对不起这场及时雨。去办。你的机器怎么全熄火了？乡亲们急得要上吊了。喂，乡亲们，大家静一静，不是我不干，
是实在干不了啊。那怎么行？我们的麦子有一大半还在地里，这暴雨一下泡在水里，全得发芽烂掉啊！赵老板，您就行行好，让师傅们辛苦加个班，把活干完吧。回头我们凑钱给师傅们买2条好烟。买烟就免了，烂泥地作业机器上地盘，我的机器已经报废3条了，从现在开始每亩地收费翻3倍，翻3倍。原来80，现在你要240一亩，你干脆直接抢银行好了，总不能坑咱们吧？合同上明明写了80，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，你这是单方面违约，我们这边就去告你诈骗。去告啊，随便告。懂不懂什么叫不可抗力因素？这暴雨就是不可抗力。我们老板发话了，谁不交现金，机器马上开走，你们就抱着发芽的麦子哭去吧。你这是吃人不吐骨头啊！乡亲们一年到头才赚几个辛苦钱，你这是要他们的命！老东西，少跟我倚老卖老，不交钱行啊？让麦子全烂在地里做肥料吧，撤！赵老板，你别走，这钱我们凑，我们借高利贷也凑给你，你快救救我们的粮食吧！我们给，翻3倍给，只要你马上开工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。你们2个软骨头，快站起来！他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敲诈，1分钱都不能给他。大娘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不给他咱们找谁去？李铁山早走了，咱们没退路了呀！早点这么听话不就好了吗？贱骨头就是欠收拾，限你们3个小时内把各家的现金交到办公室，少1分钱，机器都不下地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这麦子已经在水里泡了1整夜了。赵金彪的王八蛋收了我们的3家加急费，机器还是下不来地。这都是报应啊！我们瞎了眼，把自家的命根子交给了这种吃干抹净的吸血鬼。别光顾着哭，睁开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！这全是被机器风骨打烂的白面啊，都碎成渣了。昨天我让你们看，你们说掉几粒麦子无所谓，这叫几粒？这是1/3的收成，1亩地少收200斤，这是好几百块钱的损失啊！我们为了省10块钱，亏了20倍。咱们被骗了，赵金彪根本就不懂收割，他的机器连切刀都是钝的，全是硬生生扯断的。找他去退钱，让他赔我们的粮食。哼，退什么钱？合同白纸黑字，因天气原因停工不退款。你拿了3倍的钱却停工避雨，我们的麦子全要在泥里发芽了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别给脸不要脸！雨下这么大，履带全都打滑，你让我们怎么去？你这是敲诈，我们要去派出所告你。去告啊！顺便跟警察说说，是你们自己嫌李铁山贵，求着我来收的。我逼你们签字了吗？你这个黑心肝的骗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哼，跟我拼，你们也配？要么乖乖等雨停，要么这活老子彻底不干了，滚！德叔，咱们彻底完了。赵金彪的机器瘫了，现在连其他村的机器也不敢来接这烂摊子。我真该死啊！山哥走的时候我还骂他，要是山哥在这儿，暴雨钱肯定全收完了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李铁山的新机器那么贵，咱们又把他得罪死了，他还能回来管咱们的死活吗？你们这就认命了，几十万斤的粮食，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它烂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赵金彪卡着合同，咱们就是想跪下求李铁山，他凭啥帮咱们？不能就这么认了。粮食是国家的，是老祖宗留下的命脉，我这张老脸不要了，我亲自去给铁山赔罪。就是拉下这张老脸，我也要把他的超级车队请回来。铁山，这雨下透了，赵金彪那几台破二手货，履带和底盘肯定全废了。他们废了是小事，这雨要是再下半天，全村1半的麦子都要彻底绝收。哼，那是他们活该，为了10块钱把咱们赶走，现在知道疼了吧？咱们绝不能当烂好人回去接盘。老刘，咱们置气归置气，但地里的粮食是无辜的，那是几百口人的心血。我这不是替你委屈吗？你抵押了房子，他们还那样骂你。把对讲机全打开，检查履带油压，一旦封停，随时准备点火下地。铁山，刚才隔壁张婶打电话来说，赵金彪的机器全趴无了，村里的地现在成了烂泥汤。预料之中的事，没加固的底盘下烂泥地，风骨必卡死。哼，这叫恶有恶报。他们不是嫌你贵吗？现在好了，这雨再下半夜，麦子发芽，今年全村都要喝西北风。孩子，这趟浑水咱们绝对不能趟。赵金彪现在卡着合同要3餐加急费，咱们要是去了，不是帮他解套吗？老刘，爸，我不帮赵金彪解套，但如果我不收，明年的青黄不接，
村里会有老人看不起病，有孩子交不上学费。可是他们当初怎么对你的？他们把你赶出村的时候，想过我们一家人的死活吗？你要是现在回去，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。秀兰，我是个鸡手，我的规矩在田里，不在他们的人情世俗里。铁山，老李，我带着几个不成器的混账东西来给你赔罪了。山哥，我们瞎了眼了，我们被那10块钱的差价迷了心窍。赵金彪不是人，他把我们的粮食全毁了呀！山哥，地里的水快淹过脚脖子了，赵金彪的机器下不去，还要我们焖3倍的钱。你要是不救我们，我们全家老小今年就只能去讨饭了。山哥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们的错。你要打要骂随便你，求求你把新机器开出去吧！你们早干什么去了？现在跑来装可怜，完了！犁田的机器可是抵押房子换来的，凭什么去那种烂泥塘里冒险？铁山，我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但看在老祖宗留下的这片土地的份上，看在全村几百口人命的份上，老头子求你出山吧。德叔，您别折煞我了。铁山，只要你肯去，这村里以后所有的夏收全包给你，价格你说了算，谁再敢说半个不，我把他逐出村子！哼！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烂泥地抢收极度耗油且磨损履带，我们给钱2倍，不3倍。我们把赵金彪那份要回来，全给你。我不要你们的3倍，我李铁山的规矩从来没变过。特种履带泥地抢收，市价120，一分不涨，但也一分不能少。全村按户头签单，见单作业，这叫市价。我不发国灾财，也不趁火打劫，但在我下地之前，赵金彪的合同你们自己去解决。山哥，你放心，我们这就回去把赵金彪的合同全撕了。他敢拦着，我们全村跟他拼命。老刘，通知兄弟们全员上岗。秀兰，我要出门了，这一去估计得干个2、3天回不来。铁山，我不拦你，但我知道你这趟去肯定会碰上赵金彪那个地头蛇。他挡不住我，因为我现在带的不仅是机器，更是民心。你答应我，干活归干活，千万别意气用事，平安回来。放心，今晚的麦田我说了算。各车注意，检查气压，打开全方位工作大灯。2号车大灯开启，底盘液压正常。3号车动力全开，随时可以冲锋。兄弟们，点火出征！铁山，这段路地基太软，履带吃土太深了，普通机器肯定要陷死在这里。切低速档，打开全轮差速锁，保持匀速，千万别猛踩油门。老大，这特种加宽履带绝了，抓地力稳得像平地一样，这30万花的值。稳住方向，前面就是烂泥塘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今晚不仅是机器的考验，也是给咱们车队立规矩的一战。明白，今天必须让那帮外行看看，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零损耗收割。彪哥，不好了，要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丧气事儿？把舌头捋直了，给老子说话！李铁山那个穷鬼带着3台新机器杀过来了，灯光把半边天都照亮了，直奔村口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不是被全村赶走立了免责协议了吗？德叔那个老东西居然敢背着我去找他！彪哥，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他那机器看着特别邪乎，底盘高的吓人，连那种烂泥塘都能直接趟过来。哼，绝不能让他下地。他要是把活干了，我手里那些高价合同全成废纸了，我到嘴的几10万加急费全得吐出来。可是他们机器那么大，咱们这几个人怎么拦啊？把那辆破皮卡开过去，直接横在村口窄桥上，我看他敢不敢直接撞过来。叫上底下的兄弟，带上家伙。明白，绝对不让他们进村，坏了咱们的财路。孩子，是赵金彪那帮地痞流氓，他们故意把桥堵了。你们在车上待着，看好机器，我下去处理。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下车。李铁山，你立刻给我掉头滚蛋！这村里的活我全包了，没你插手的份儿。赵金彪，你懂不懂规矩？你欺农拒宰，坐地起价，乡亲们有权找别人抢收救灾，老子在这儿就是规矩。合同上签的是我的名字，他们违约在先，想找你门儿都没有。你那叫敲诈！你那几台废铁根本下不了烂泥地，你是想用全村人的口粮做人质来讹诈钱财？讹钱又怎么样？这是商业手段。
你懂个屁！赶紧滚，不然连你这3台新机子一块砸成废铁！哼，你敢动一下机器试试？我这履带直接从你们这破皮卡上碾过去！老东西，你少吓唬我，有种你撵啊！今天只要我站在这儿，你们一辆车都别想过去！赵金彪，把车挪开，别逼我动手！你的机器干不了的活我来干，你造的孽你自己背！你放屁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也配来抢我的地盘？谁敢拦着农民抢收粮食，谁就是全村的罪人！放手！你敢打我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砸！死里砸！来呀！不怕死的就上来试试，看看是你们的头硬，还是我的进口薄荷轮硬？孩子，怎么停下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姓赵的，你这没良心的活阎王！你不收还不让别人收，你是存心要逼死我们全村啊！你拿了我们的加急费，现在还敢拦路阻碍抢收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们这群穷鬼，少在这装可怜！我是维护我的合法商业权益，合同在我手里，只要我不同意，今天谁也别想收这片地。合法权益？你敲诈勒索，糟蹋粮食，落地起价，你还有什么合法权益？乡亲们，把这挡路的破车给我挪开，大家一起上！你们敢砸我的车，这是造反！我要去告你们，我要让你们赔得倾家倒空！你去告！我们现在没时间陪你在这耍无赖，等天亮了，有的是人找你清算这笔账。障碍已清除，全体注意，进村下地抢收！你们这群穷光蛋造反了，敢砸我的车，我要报警抓你们！你报啊！你不报，我们还要报呢！你敲诈勒索，我们全村作证，警察来了先抓你！你把我们的麦子打烂在泥里，还敢坐地起价逼我们交现金，你这叫犯罪！那是你们自愿交的加急费，我手里有你们按了手印的合同。你那是利用天灾搞讹诈，你以为这天下没有王法了吗？王法！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王法！喂，110吗？这村里有一群暴民砸我的车。同志，你们可算来了！这帮暴民不仅砸我的车，还要打我呀！站好，说话注意点。谁要打你？就是他们，那个叫李铁山的带头闹事，他们眼红我承包了村里的地，故意搞破坏。赵金彪，你少恶人先告状！我们在镇上接到了几10个村民的联合举报电话。举报我什么？我是正规农机中介，我带车队来帮他们抢收，他们这是恩将仇报。同志，这是证据，这是他今天下午拿大喇叭敲诈我们的录音，每亩地收费翻3倍，不交现金，机器马上开走。暴雨来临之际，你利用自然灾害强行加收3倍费用，这已经涉嫌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了。同志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因为机器磨损大，我是合理加价呀，合同里没写不能加价。哼，合理加价？你的底细我们早就摸清了，你带来的车队根本没有农机作业资质。孙站长，这不能怪我啊，大家都是为了赚钱糊口。你为了吃差价，雇佣无证的新手驾驶拼装的淘汰机器，你这是在拿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儿戏。同志，孙站长，你们去看看地里吧，好好的麦子全被他打成了碎渣啊！他这是作孽呀！触目惊心，简直是触目惊心！这哪里是收割，这简直是在毁坏农田！事实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下雨地滑，哪台机器下地不漏粒儿？你们不能把天灾算在我的头上！天灾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这种唯利是图的黑心人，没装特种履带强行下泥地，这是常识错误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你那几台破机器就能一点不漏吗？闭嘴！李铁山的技术在全镇是有口其碑的，你不仅坑害乡亲，还恶意打压同行，垄断市场。赵金彪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，现在依法传唤你回所里接受调查。放开我！我是正当商人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我的加急费还在棚子里，那是我们的血汗钱，你一分也别想带走！老实点，你在逼村民所得的款项，我们已经派人去查扣了，所有被你拿到的钱，一分不少都要退还给村民。我错了，都是赵金彪逼我干的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啊呸！刚才拦路的时候你不是挺横吗？你们这帮毒瘤真活该！李铁山，你别得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孙站长，青天大老爷呀！要是没有你们，我们全村人非得被这恶霸逼死不可。老德叔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是我们执法部门的职责，以后再遇到这种强买强卖的，立刻报警。孙站长，现在恶人抓走了，可我们地里的麦子还能救得回来吗？这就要看李铁山师傅的了。老李，这烂泥地的抢收难度极大，你有多大把握？只要雨势不加大，我的3台特种机器连夜作业，天亮前能把剩下的麦迪全部收完。山哥，以前是我们瞎了眼，你这天价机器现在是我们全村的救命稻草啊！乡亲们，铁山不计前嫌来救咱们命，
咱们要是再不讲规矩，就不配在这村里做人。老刘，时间紧迫，上车准备下地，兄弟们准备干活，让这帮乡亲们开开眼，什么叫真正的钢铁巨兽？铁山，全村人的口粮就拜托给你了。关车门，打开夜间超负荷作业模式。铁山，特种履带吃力完美，这种烂泥汤，咱们的机器简直如履平地。老刘，把波荷轮的探磁角度调低，不要硬扯，顺着麦子倒伏的方向慢慢挑起。老大，新换的弹簧钢切刀太丝滑了，一刀下去整整齐齐，一点都不带拖泥带水的。老天爷呀，这机器也太神了吧，连泡在水里的烂麦子都能完好无损的挑起来。你快看，后面喷出来的全是碎秸秆，一点麦子都没漏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干干净净，一粒发白的碎麦都找不出来啊！插口齐刷刷的，底下的泥都被履带压平了，根本没有压坏一根好麦穗，这是真手艺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心疼粮食啊！咱们村之前真是瞎了狗眼，把活菩萨赶出去了。现在知道121亩贵不贵了？铁山这是在泥坑里替咱们抠金子出来。不贵，一点都不贵。赵金彪那个杀千刀的收80，是在要我们的命啊！2号车，你左边那块地水太深，风量减少10%，不要把泥巴吸进粮仓。铁山，这雨虽然停了，但我看西北边的云层黑得可人，大暴雨随时扑下来，拼了！就算是老天爷现在倒水，咱们也得从他嘴里把这批粮抢出来，加速推进。铁山，下来喝口热姜汤，你已经连续开了6个小时了。秀兰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风大，快回去！我不回去。全村的婆娘都在后面熬姜汤做热饭，大家不能看着你一个人拼命啊！山哥，地太烂了，你踩着袋子走，我们帮你卸粮。不用，卸粮全自动。去帮老刘他们清理府车上的杂草。铁山，吃口面垫垫肚子吧，这地咱们收了一大半了，你歇10分钟。德叔，暴雨的腥味已经飘过来了，这10分钟够我再抢2亩地的粮，等麦子全进了仓，我再吃您这碗面。铁山，风太大了，最后1亩地全是倒房的死角，割台快贴到泥底了。老大，我的液压报警了，烂泥卷进风谷了，强行收割会毁了转子的。顶住，把割台升起2厘米，手动微调波叶轮，绝不能在这个时候退缩。老天爷，你想收这片地，得先问问我手里的机器答不答应，给我切！卸粮，快卸粮！进去了，全进去了，一粒都没少啊！咱们全村活过来了，不用去讨饭了。山哥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我们这群以前不是人啊！铁山，好样的，你保住了咱们全村的命脉。铁山，这份恩情，全村人世世代代记在心里。咱们村的规矩以后你说了算，记住今天的痛。记住这满地泥水里的规矩，粮食容不得半点糊弄。就是啊，往年好年景才给1块2，今年这烂泥地出来的，别给压到8毛就行了，能回点本算一点，只要不绝收就行。这可全都是山哥拼了命从泥地里抠出来的。老德叔，你们村今年这麦子绝了！孙站长，这湿度是不是不达标？能算合格粮吗？这简直是特级粮，特级！一晚上抢出来的，怎么成特级了？你们自己看，整整齐齐，一粒碎麦和瘪粒都没有，泥沙率为0，简直像精挑细选过一样。孙站长，那这收购价能给多少啊？哈哈，往年1块2，今年你们这批极品粮，我做主1块5一斤，无限量敞开收。1块5，1亩地多出好几百块钱，咱们不仅没亏，反而赚大了呀！活过来了，老天爷呀，这多出来的钱够我娃1年的学费了。这是老天爷给的吗？这是山哥那台神仙机器保下来的，没有山哥，咱们连根麦秆都剩不下。我以前真是瞎了狗眼，嫌山哥的120贵，这多卖的钱够付10遍计收费了。都给我闭嘴！现在知道铁山的手艺值钱了，结了账1分钱都不许乱花。所有人跟我去铁山家，对，去给山哥送钱，1分都不能少。谁敢赖账，我李老三第一个锤死他。敲锣打鼓，准备最红的锦旗，咱们全村人去把咱们的规矩和恩人请回来。
这都中午了，连个车影子都没见着，我就知道那烂泥塘根本下不去，造孽呀！30万的贷款买的机器，这下肯定全陷在泥里报废了，咱们老两口的棺材本都得赔进去。爸妈，铁山不是没分寸的人，没回来肯定是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。你还护着他，就算他把麦子割了又怎样？那帮白眼狼村民能给他结账吗？完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德叔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家铁山可没惹事啊，是不是机器压坏了人？我们可没钱赔啊。老亲家，大喜事儿啊！我们是来给铁山送钱送荣誉的。送钱？山哥在吗？全村老老少少给山哥送锦旗来了。山哥，这是全村的收割费，市价120，一分不少，全在这儿了。山哥，粮站给了特级收购价，我们全村都发财了。这是大家自发凑的感谢费，1亩地多加30，这少说得有大10几万，全是给山哥的。我的老天爷呀！一晚上的功夫赚了这么多钱。老亲家，铁山昨晚在烂泥地里搏命，用神仙手艺保住了咱们全村的命脉，这钱他拿得堂堂正正。我定下的规矩从来不会改，市价120就是120，这30块的加价，我李铁山绝对不收。我不是赵金彪那种趁火打劫的流氓。孩子啊，这是乡亲们的心意，你要是不收，大家这心里一辈子都过意不去呀。山哥，你就收下吧。以前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你不收钱，是不是还在记恨我们？我不收钱，是因为我是一个鸡手，靠真本事吃饭，不是靠别人的施舍和愧疚。这笔钱如果一定要出，就作为全村成立现代化农机合作会的启动资金。好，一个统一定价，铁山敞亮，有格局，以后咱们村的下收全听李大队长的。孩子，爸以前老糊涂了，说了那么多混账话，爸给你赔不是了。爸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您也是心疼秀兰，怕这家散了，我能理解。铁山啊，你是咱们家的大功臣，妈以后再也不说那机器是破铁疙瘩了，那是咱们全家的聚宝盆啊！铁山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相信你，我还跟你闹，我太不懂事了。秀兰，都过去了，从今天起，没人再敢看不起咱们。孩子，你做到了，你真的做到了，你是咱们家顶天立地的汉子。这场豪赌我打赢了，不仅赢回了匠人的规矩和尊严，也彻底赢回了这个家真正的安宁与团聚。老李，听说你昨晚在烂泥地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啊，全镇都传开了。韩行长，这是30万，连本带息，我提前来结清贷款。这才不到半个月，你这就把买车钱全赚回来了。不仅赚回来了，这批粮损耗低，粮站按特级粮收购，乡亲们也多赚了30%。好样的，老李，你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房子，还保住了全村的命脉。韩行长，贷款我结清了，但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谈一笔更大的生意。哦，你现在的名气，周边10几个村子的活都排满了吧？还要做多大？我要再贷100万，我要买10台最新型的收割机，成立全镇第一个正规的农机合作社。100万，老李，你这是要彻底整合咱们镇的农机市场啊！赵金彪倒了，市场不能乱，我要立下严格的行规，统一定价，统一培训，我要让农民的粮食以后再也不受委屈。老李，冲你这份格局，这笔无抵押信用贷款我批了。乡亲们，今天咱们自己的农机合作社正式成立了，大队长就是咱们的铁山。合作社今天成立，想加入的规矩我只说一次。山哥，你定规矩，我们绝对服从。第一，绝不打价格战，市价多少就是多少，谁要是敢为了抢活私自降价糊弄事儿，立刻开除。对，低价就是坑人，咱们凭真本事吃饭。第二，下地必须先测算湿度和地形，漏粒率超过2%，倒赔主家双倍损失。2%，山哥，这标准比国家级农场还要苛刻啊！我的车队就得是全国最顶尖的标准，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就不配摸我李铁山的机器。铁山说的对，咱们这叫匠人精神，不惯着那些投机取巧的毛病。只要你们肯吃苦，肯学真技术，我李铁山保证，不出3年，让你们每家每户都盖上小洋楼。山哥，我想报名当机手，我不怕苦，求你收我当徒弟。山哥，我也报名，我给老刘师傅打下手，从最苦的清洗履带干起。好，想学技术的去德叔那儿签字画押，明天凌晨4点鸡棚集合。山哥，这根加强筋焊在这里，真的能解决山地倒伏麦子的卷入问题吗？咱们这地形复杂，原来的直线拨阀轮容易卡子，
改成这种螺旋波浪式的，能把贴地的麦子完美挑起来。铁山、大强，歇会儿，吃口瓜解解舌。谢谢老爷子，山哥这脑子真是神了，这种配件连厂家都生产不出来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婿，咱们铁山这手艺现在可是全镇的活招牌。爸，您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您不是天天骂这机器是破铁疙瘩吗？以前是我老眼昏花，现在咱们家的合作社那可是全镇的纳税大户，我出门走路都带风。秀兰，账面上的资金流转还正常吗？马上要到下一波秋收了，备用零件必须备齐。放心吧，大当家的，合作社现在的资金充裕得很，镇上还给了咱们免税政策呢。内部规矩立下了，设备也改良了，接下来就该让这片土地真正结出金果子了。王处长，这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零损耗机收示范基地，我们的麦子机收损失率控制到1%以内，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。产量确实惊人，但机收损耗一直是个大难题，你们真能控制在极低水平？眼见为实，老李，开始吧，全体都有，展开作业。这怎么可能？领导，没骗您吧？铁山带出来的队伍，这地收得干干净净，奇迹！这简直是农业机械化上的奇迹！不仅没有掉粒，连土壤的压实度都被控制得如此完美。不仅如此，因为他们连续3年做到低损耗，粮食品质高，全镇农民的收入已经翻了整整1倍。李队长，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匠人，你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粮食损失。领导过奖了，机器再好，关键在人。我们只是守住了种地人的本分，守住了对粮食的敬畏。孙站长，这个村的麦子种植与机收模式立刻上报上级。经过省农业厅严格的评估，今天我荣幸的宣布一项重要决定：鉴于李铁山同志及其合作社在机收减损上的卓越贡献，该村正确立为省重点农业项目示范村。省财政拨款500万元，用于全村农田水路及物流基建的全面升级。发财了，咱们村成了省重点了，全靠山哥。500万，咱们以后再也不怕天灾了。太好了，光宗耀祖啊！这块牌子很重，它不仅是荣誉，更是沉甸甸的责任。曾经我们被短视的利益蒙蔽，差一点毁了这片土地，但幸运的是，我们醒过来了。真正的现代农研不是盲目的投机倒把，而是脚踏实地的科技与汗水。只要咱们坚守住这片土地的规矩，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师傅，5号田顺利收割完毕，损耗率为0，6号田也搞定，咱们合作社今年又要大丰收了。好，全体车队，稳步向7号田推进，保持队形。孩子，看啊，这满地的金黄，真像是做梦一样。不是梦，这是咱们用干净的手艺，一点一滴踏实抠出来的。资本的狂风容易吹倒短视的人，但绝对吹不倒扎根在泥土里的良心。只要守住这份匠心，这片土地就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。